儿子婚礼当天，我被老公撵下主位，坐在观众席的最后。兰心为了我一辈子都没嫁人，无儿无女，她今天就是想圆一个当妈的梦。你就不能让她吗？非要今天闹？我望向儿子，期盼他能制止这种荒唐事，可他却说：“是啊，妈，我都叫了你20年的妈了，今天就喊兰姨一天，只是不给你敬茶而已。你别这么计较行吗？”面对一唱一和的父子俩，这一刻，我突然感觉我这25年就是个笑话。一场闹剧过后，婚礼正常举行，只不过原先坐在高堂上，代表母亲身份的我被赶了下来，换了另一个人坐上去。舞台上，主持人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儿子和儿媳的爱情史，周瑾和温岚心就坐在代表父亲和母亲的位置上，笑意盈盈地听着。俩人时不时就会对视一眼，温岚心的眼里隐隐闪烁着泪花，紧紧拉着他的手：“阿瑾，我们的孩子结婚了，真好。”饶是常年身居高位，喜怒不形于色的周瑾，可此时此刻，望向他的眼神里也是掩饰不住的浓烈爱意，仿佛今天结婚的不是周岩和儿媳，而是他们。周瑾忙应声道：“是啊，言儿不知不觉已经成长为男人了。兰心，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你以后也可以少操点心，不必再为了他日日担忧了。”温岚心忙点头，随即哭得泣不成声。我看向舞台上，俩人紧紧交握的手，胸腔处传来的窒息感仿佛要将我淹没。结婚20多年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周瑾曾经有个交往了5年的初恋。我和周瑾是相亲结婚，家里管得严，我又自认没什么能力管理公司，所以毕业后就听从了家里的安排，联姻结婚。周瑾是我的第3个相亲对象，前2个嫌我太木讷无趣，空有一张漂亮的脸，实际是个木头，见过面后也就不了了之。只有周瑾没嫌弃我，并且引导我听从内心的声音，学着反抗，学着交际，试着融入人群。那时的我，好似是一只将要溺水的鸭子，想游不会游，想上岸却始终没勇气。周瑾就像是一艘船，可以承载着我的寄托和生命，带我远离岸边。我理所应当地喜欢上了他，又顺利嫁给他。第2年就生下了周岩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家相夫教子，1日3餐精心照顾他们父子，一刻也不曾假手于人。可今天发生的一切，都在告诉我，我过去的20多年就是个笑话。我用力攥紧手心，试图转移这份疼痛，可四周嬉笑玩笑的声音无孔不入，拼了命地往我耳朵里钻。我只能麻木地坐着，听着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。我不能指责，不能怒骂，更不能冲到台上质问他们，因为今天是周岩的婚礼。婚礼进行到一半时，该到了敬茶环节。主持人话音刚落，周岩就率先跪了上去，手里端着茶，声音十分响亮：“妈！”温岚心瞬间红了眼眶，哭倒在周瑾怀里，底下一片拍手叫好。我坐在观众席上，死命压下心里翻涌的血气。这是我的儿子，我半条命生下的孩子，现在跪在地上，管别人叫妈。今日婚礼来的人不少，有不少人知道其中的事，但碍于周瑾威慑力实在太大，没一个人敢上去劝他。台上，周瑾一身墨色中山装，虽已年过50，但精神抖擞，岁月在他脸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。温岚心今日似是有备而来，穿着红色旗袍，披着一条米白披肩，俩人看起来就像是恩爱多年的夫妻一样。而我穿着淡红色的长裙，独自坐在角落，看起来就像一条丧家之犬。
毫不夸张，斗失败的老母鸡都比我有几分风骨。周瑾紧紧抱着怀里哭得像泪人的女人，眼里的疼惜终于再也掩饰不住。兰心，别哭，咱们的孩子长大了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你是他的母亲，他叫你是天经地义。周岩在一旁连连附和，还拉着儿媳一起跪了下去。儿媳有些搞不清楚状况，加上之前我和他从未见过面，周岩又在一旁催他，他也改了口叫妈。眼看温兰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周瑾和周岩急坏了，忙上前安慰。周瑾低声哄着，眼神无意间瞟向我，四目相对，仅仅1秒就错开了视线。那1秒，我清晰地捕捉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愧疚，心里顿时泛起密密麻麻的疼。他知道，他其实什么都知道，我的难堪、愤怒、痛苦和挣扎，他什么都懂，但他还是选择了温兰心，眼睁睁看着我在泥潭里苦寻出路。台上的周岩抢过了主持人的话题，一字一句诉说着周瑾和温兰心的过往和青春，说到最后，竟也红了眼尾。青春虽有遗憾，但幸好一切如初。遗憾如初，一切要如初什么呢？我让位，成全他们一家4口吗？这一刻，我竟然有点埋怨主持人，为什么要买这么好的话筒？为什么让我听见周岩嘴里说出的话？我呆坐在椅子上，浑身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。我想不通，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？我不知道婚礼是什么时候结束的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整个人已经躺在了床上，其他人还没回来。他们要闹洞房，周岩不舍得他的新妈妈走，硬是拽着一起去了新房那边。这期间，周瑾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看我没接，又连发了好几条信息，从开始的询问到责怪，最后竟把错都推到了我头上。你什么时候走的？怎么不说一声？今天是儿子的婚礼，你就非要今天闹得大家都难堪吗？儿媳的红包你也不给，还是兰心替你代劳的。黎征，你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能不能别再耍脾气了？我已经没耐心哄你了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周岩倒是一个电话也没打过，好似我完全不存在一样，估摸着还在等我去主动找他。就像以前的那样，不论是大错小错谁犯错，统统都是我的错。明明3岁之前，周岩很依赖我，会甜甜的叫我妈妈，手里有好吃的第一口会先给我。我累的时候会爬到我腿上，小手笨拙地揉着我的头。比起周瑾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周岩才是最让我伤心，并且难以接受的。第2天醒的时候，我习惯性地伸手摸向旁边的位置，尽是冰冷。我走出房间，拖鞋还是原来的位置，桌上保温杯里的水依旧是满的。我愣了片刻，才反应过来，周瑾昨晚一夜都没回来。掏出手机这刻，我的手指控制不住的颤抖，很悲哀地发现了一件事，我居然连打电话质问的勇气都没有，就像昨天在婚礼上，连反驳一句都做不到。整整25年，周瑾已经将我彻底驯服，从之前的无趣沉闷，变成了极致的顺从和不懂反抗。手机滑落，手脚顿时变得冰冷。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，静静等待结果的来临。我枯坐了一天，直到下午6点，大门转动，我动了动早已麻木的腿，抬头看向站在玄关处的人，不是周瑾。温兰心朝我温和一笑，抱歉哦，阿瑾让我回来替他拿2套换洗的衣服。对了，这几天他暂时不会回来了，毕竟妍儿还要3天回门呢。我和阿瑾还要忙着给儿子准备礼物，可能顾不上你了。嘻嘻，我抬眸盯着他，
他眉毛一挑，眼里带着丝丝挑衅和得意，说完径直朝卧室走去，打开柜子取了几套他平常最常穿的衣服。明明是第一次来，但温岚心能立马找到他的衣服在哪个柜子里，并且装好。我盯着他的举动，心里止不住的怀疑，半年前我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，他是不是早就来过，所以才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，动作也很熟练，就像曾经重复了无数次一样。收拾完出来时，他没走，转身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温柔的嗓音略带惋惜：“我给你讲讲我和阿锦的事吧。我们从高中就认识，一直到大学毕业，我和他在一起整整5年。如果不是当初你横插一脚和他相亲，现在做周太太的，也许就是我。”我眉眼一挑，不禁笑出了声。原来你们5年的感情，是我和他相了一次亲就可以破坏的。黎征，我和他已经错过了25年，现在彼此都在竭力挽回那段逝去的爱情。你放心，我没有要故意插足你们平淡的婚姻，我们只是想找回曾经的感觉。毕竟我和阿锦都上了年纪，再不做点什么，都老了。你既然喜欢阿锦，一定是想他开心的，对吗？我听着他讲完，纵使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胸腔还是如烈火般煎熬，疼得我想弯下腰蜷缩起来。此刻，我真想跳起来给他和周瑾各一巴掌。你们错过了5年，要挽回，那我呢？我失去的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我的整整25年呐！天色已晚，我独坐在沙发上坐了一夜。我曾经以为一夜很短，眼一闭天就亮了，但其实夜很长，长到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清醒，甚至收拾好了所有东西。我叫来了搬家公司，搬去了我名下的一套小公寓，地方不大，但住我自己足够了。我没有通知周瑾离婚的事，将离婚协议放在了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上，财产我6他4。本来想平分的，但凭什么呀？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人已到了迟暮之年，懦弱顺从了一辈子，居然敢提出离婚。年少时我听我爸的，接受他安排的学校、交际、事业；结婚后我听周瑾的，生孩子在家相夫教子做1日3餐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我是不是要听儿子的？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，但答案都是一如既往：不，我是不愿意的。我也想为自己活着，他们想找回曾经逝去的爱情，可我也想找一找自己，鲜活的自己。搬来的第1晚，我认床，睡得很不踏实。早上早早就醒了，打开手机，没有未接来电和微信。周瑾昨晚没回家，自然也没看见那封离婚协议。今天是儿媳的3天回门，礼物是我提早就备好了的。周岩毕竟是我的曾经疼爱的孩子，他的人生大事，我不想让他有一点不舒服。思虑再三，我掏出手机叫了跑腿，把东西送到他们的新房。半个小时后，跑腿小哥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为难：“阿姨，东西他们不要，都扔出来了。”我捏着手机，心里一阵酸涩，良久开口：“谢谢，不介意的话就送给你，或者帮我扔掉，麻烦了，行吧？”挂断电话时，我依稀还能听见那边传来周岩的嬉笑声：“妈，他那个人勤俭一辈子了，买的礼物也是小气罢了，这么点东西送给我老丈人，那不是丢我周家的脸吗？亏他还好意思叫人大老远送来，也不嫌丢人。”温岚心笑着拍了他一下：“你这孩子，说什么呢？好歹是人家的一份心意。”周岩忙点头应是，笑说下次还敢。之后的1周，我再也没和周瑾联系过，期间他也打过几个电话，但我一个都没接。周瑾以为我还在闹脾气，索性也不再打，由着我去，反正他了解我，
以前不是没吵过架，我最硬气的时候，最多只保持了半天没和周瑾说话。依他看，我不过是在吃醋罢了。等忙完这阵哄哄，我就好了。而我既然想好了要跟他离婚，自然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。没有周瑾和周岩，我再也不用伺候他们，也不用每天想着给周岩做什么好吃的，给周瑾搭配衣服。我充实了很多，报了绘画班，又报了老年大学，随后独自去看了演唱会，花钱拿到了亲笔签名。签名捏在手里这一刻，我忽然笑了起来。年轻的时候都没追过星，临老还玩起这一套了。不过钱花得很值，工作人员看我上了年纪还肯花钱，情绪价值提供得非常到位，还把我带到后台和爱豆拍了照片。绘画班的课程很轻松，气氛也很好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轻人，也有不少跟我一样年纪的，都是子女送来打发时间的。坐我旁边的大姐问我怎么自己来呀，咋不带着老伴一起？我摇摇头，实话实说，我正在离婚。大姐不吭声了，随后几天她看向我的眼神都带着同情，没事还会给我从家里带她做的饭，我也表示感谢，给她带点不东小西回礼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和周瑾已经半个月没联系过了。从朋友圈里得知，他们一家4口去自驾游了。因为温岚心每天都会发朋友圈，有时是9宫格，但大部分都是他和周瑾十指相扣的亲密照，还有贴脸的暧昧照。儿子周岩也没给我打过电话，我也随他去。这半个月，我很开心，是我之前人生50年都未有过的开心，因为我在做自己的选择。我不是谁的负累，也不把任何人再次看成我的寄托。我是我自己，不是谁的女儿、妻子、母亲。再次接到周瑾的电话，是在1个月后，这是儿子结婚后，他第一次踏进那个曾经的家。可惜屋里空无一人，桌上子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灰，冰箱里的菜早已发霉，散发着臭味。周瑾满脸嫌恶地关上冰箱，叫了2声后，他惊奇地发现屋里有关黎征的一切都消失了。柜子里只有他的衣服，拖鞋少了1双，抽屉里他常吃的药也不见了。周瑾眼里闪过一丝烦躁，都多大了还玩这套，也不嫌累。但看着满屋的灰尘，他还是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。我看着手机上熟悉的号码，想着离婚的事已经拖了很久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不等我开口说些什么，就迎来周瑾劈头盖脸的指责：“黎征，是我上次跟你说的不够明白吗？你已经50了，能不能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？家里一堆烂摊子你不管，屋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你就是这么给人当老婆的？还有儿子3天回门的事你也不管，备那么点礼物是想丢我周家的脸吗？”周瑾的声音不自觉拔高，随后觉得无奈，又软了下来。“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，回来把家里收拾了。”理所应当的语气，命令的话语，差点让我有种错觉，我是他周家娶回去的一条狗。我不禁笑出了声，反问道：“周瑾，我算你的什么？保姆、家政阿姨？你孩子的生母？还是你的私人打理师？”周瑾呼吸一滞，眼里的内疚一闪而过。他想开口说不是，我继续道：“以上都是，但唯独不是你的妻子，对吗，周瑾？如果你当初早点和我说你有个忘不掉的前女友，我一定不会嫁给你。校园爱情，女方苦等25年才得以再次团聚，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！如果我不是里面的主人公之一，我一定也会被他们感动，并祝福这对苦尽甘来的恋人。”周瑾听到我提起他的初恋，原先软下来的态度瞬间变脸，被戳破后的恼羞成怒，
让他竭力想挽回面子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我承认我和他曾经有过一段情，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你至于揪着这点事不放吗？还是说你是因为这次旅游才闹这一出？这是儿子的意思，他的人生大事，你也不想他不开心吧？况且兰心为了我一生未嫁，于情于理都是我愧对于他。儿子理解我心中的苦楚，想替我弥补他，对他好，这你也要拦着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我承认我和他曾经有过一段情，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你至于揪着这点事不放吗？还是说你是因为这次旅游才闹这一出？这是儿子的意思，他的人生大事，你也不想他不开心吧？况且兰心为了我一生未嫁，于情于理都是我愧对于他。儿子理解我心中的苦楚，想替我弥补他，对他好，这你也要拦着？黎征，我不知你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无理取闹的样子了。我听着他倒打一耙的话，猛然意识到，其实我从未真正了解过周瑾。他就是那么有本事，把他犯的错硬生生扣在我头上。以前为了周岩，为了这个家，我可以忍，但是现在不想忍了。我打断他的话：周瑾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协议已经放在茶几上了，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字，我们抽个时间就去把证领了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我嘴笨，说不过他，也不想再纠缠什么，只要能顺利把婚离了，其他的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周岩听说我要离婚，还已经搬走了，怒气冲冲就找上了门。我心中冷笑，死了1个月的儿子突然就活了。他气得浑身颤抖，指着我的鼻子：您别做了行吗？都50多岁的人了，闹什么离婚？我爸只不过和兰姨出去玩了几天，况且俩人年纪都那么大，还能干啥事啊？你睁只眼闭只眼，这事不就过去了？非要作妖？你更年期到了吧？离就离吧，还搞什么协议？拿走那么多我爸的财产，你也好意思？儿媳坐在他旁边，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，示意他说话别这么难听，随后朝我尴尬笑笑，不自然地叫了声妈。我点点头，表情依旧冷淡。周岩，你也结婚了，应该知道有个词叫夫妻共同财产，你爸挣的每一分钱都有我的一半。我在家照顾了你们25年，即便是请个保姆，这25年也不少挣吧？我怎么就不能要回属于我的财产了？周岩反驳道：可你不是保姆，你是我妈，是我爸的老婆，相夫教子照顾家庭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，你凭什么要钱？如果花钱雇人的话，又凭什么雇你呢？兰姨不比你好千万倍，她这副大男子主义的模样，像极了周瑾，把我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，一旦收回，就会变成我的错。我没再说话，也自知跟他说不通，只丢下一句：既然如此，那从今往后她就是你妈了，不必再来找我。周岩咬牙：好，这是你说的，别后悔，以后折腾不动了，躺在床上就看着我们一家的天伦之乐吧。说完转身拉着儿媳走了。我关上门，眼里是从未有过的坚定。我绝不后悔，活着都依靠不上，更何况死后呢？我提前给自己找好了养老医院，交了定金，正常上课学绘画，平静地等着周瑾的决定。可周瑾没等来，温兰心倒是主动找上了门。我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，擦去额头上的汗。是因为我吗？黎征，其实你完全不用在意我的存在。我和阿锦发之于情，止乎于理，我们的本意从来都是不想伤害你。他眉眼带笑，对不起，我从来不想破坏你和阿锦的婚姻，我的出现只是为了弥补青春时候的遗憾罢了。当初你从我身边抢走了他，我不怪你，
你也不必为此感到内疚。我只是想这次见过面后就离开的，但是我实在放心不下阿锦。现在你又要离开他，黎征，做女人的，丈夫孩子就是天，不要太过于理想主义了，也不要被网上的毒鸡汤骗了。我也回以微笑，你的青春遗憾与我无关，但如果你想接下这片天的话，我很乐意让给你。他抿唇一笑，其实你不必说气话，阿锦的优秀我看在眼里，但凡换成任何一个女人，都舍不得离开她。我和阿锦从前是恋人，但现在只是朋友，爱情和友情，我想你分得清吧。你真的不必为我的出现感到困扰，我们只是都不想给以后留下遗憾而已。你是阿锦的妻子，因为要理解他。我站起身，言笑晏晏，你们的遗憾想怎么弥补就怎么弥补，跟我无关。另外，温小姐，爱情和友情在我心里自有衡量，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跟他在一起，随时拿去，毕竟年纪也不小了，到时候万一被人骂老绿茶就不好了。温岚心脸色骤变，我转身离开，好似他跟周瑾说了什么。下午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，同意离婚，周岩不同意，找我闹了2场。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，但这都是我应得的，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领完号还有30天的冷静期，周瑾的财产不少，就算分给我1多半，剩下的也足够他们花8辈子了。我又报了个英语班，上学的时候没认真学，现在从头开始很难。我现在不用照顾周瑾和周岩，时间变得充裕起来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时间，就是绘画和英语。我想去国外走走，但又不想请翻译，就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学。好在以前有些底子，学起来不算特别吃力，老师也夸我进步很快。恍惚间，我竟然像是回到了上学的时候，因为一句夸奖就变得不好意思起来。现在不会了，我大方道谢，继续埋头学习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周岩再没主动搭理过我这个妈，即便是中秋节，也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我也不恼，照常过我的日子。领证这天，周家几乎全家出动，周瑾旁边站着温岚心，周岩跟在身后，目光嫌恶地看向我，随后又移开。我淡淡扫了一眼，走吧。周瑾眼神有些犹豫，想说些什么，但又闭了嘴。温岚心站在一侧，眼神扫过我，里面带着隐隐的得意，仿佛在说：看吧，结了婚又怎样呢？他随时可以为了我抛弃你。我当作没看见。工作人员按下钢印的时候，我的眼泪瞬间蓄满眼眶。我终于自由了。周瑾看我哭了，想上前安慰我：黎征，如果你不想离婚，我们可以。我退后一步，彻底跟他拉开距离，心情恢复了平静，抬起头与他对视。周瑾，我们就到这了。说罢看也不看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周瑾望着他的背影，第一次觉得有些陌生，那不是他熟悉的黎征。他一向沉默，话也不多，不管做什么存在感都很低。他当初娶她，一部分是因为温岚心离开他，另一部分也是因为他给他的感觉淡然又沉静，让他心动。离完婚后，我报了个旅游团，天南海北到处跑，有些共同认识的朋友来问我什么情况，我也只是闭口不言，只说俩人不合适，即便离婚了，我也不想在背后说任何人的坏话。不管周瑾做过什么，毕竟他曾带给过我美好，我也是真的爱过他。俩人只是不在一起生活了，没必要非要发展成仇人。温岚心搬去了周瑾那里住，没过多久，两人便领了结婚证。周岩得知后，虽然表面没说什么，但后背还是有点不情愿。毕竟温岚心今年才50，真要老蚌怀珠也不是不可能。
我在外面玩了1个多月才回去。从前想出去玩，总是顾忌这个顾忌那个。结婚后要抽周瑾的时间，生完孩子后也要照顾周岩。结果20多年哪里都没去过，活得就像井底之蛙一般。怪不得之前周岩总是偷偷问他爸，为什么我家境也不错，怎么这么没见识？当时周瑾是怎么回答的？他说：所以你要离他远点，免得被他传染，变成一个蠢货。从那之后，周岩上下学也不要我接了，辅导功课也不需要我，美名其曰妈妈是蠢货，我不要离你太近，变笨了爸爸就不要你了，多么可笑啊！现在是我不要他们父子。我的绘画学得有模有样，发在网上后，渐渐积累了不少粉丝。偶尔还有找我接私活的，我答应了。小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有空的时候，我和老年大学里的校友也会组织一些活动，购买些物资，捐给山区里的孩子。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，可做了总比不做好。再次从山区回来时，我在家门口看见了周岩，我轻轻扫了一眼，目光落在儿媳身上，小腹已经微微隆起，看样子是怀孕了。我打开门让他们进来，周岩定定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过了好久才缓缓开口：妈，这些天你去哪了？怎么给你打电话也没人接？我哦了一声，开口道：我和朋友去山区给一些孩子送点物资，帮助祖国的花朵尽快成长，顺便在那里陪陪孩子们。你来找我有事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周岩始终是我的孩子，我可以不管周瑾，却不能不管他。好半天后，周岩才磨磨唧唧开口：妈，我媳妇怀孕了。我点点头，恭喜，兰姨也怀孕了，双喜临门呐！恭喜！周岩顿时有些急，妈，你就不生气吗？他们俩都多大了？老蚌生珠也不嫌丢人。我抬头盯着他的脸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丢不丢人都跟我没关系，他们想生就生吧。你多个弟弟不好吗？当然不好。周岩立马开口，她现在怀孕，我爸还要照顾她，但她自己年纪也大了，哪都是病。两人3天2头往医院跑，公司的事丢给我不说，我还要抽空陪他们看病，一边照顾我媳妇，我实在顾不过来。说了这么多，原来这才是他这次来找我的目的。我心下了然，明知故问道：那你想怎么办？周岩低下头不敢看我，眼底一片心虚。妈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，帮你照顾你媳妇？周岩，不论怎么说，你都是我儿子，该帮你的我自然会帮。你媳妇可以搬来我这边住，我暂时替你照顾她。说完这些，周岩头低得更狠，不是照顾我媳妇，是照顾兰姨。我眉头蹙起，随后淡然一笑，原来这才是目的呀！我真的很佩服我这个儿子，明知道什么事情的情况下，居然还能厚着脸皮来求我去照顾温岚心。还是说他们打定了主意我会心软，会去？我冷下脸色，周岩，我原先以为你只是没脑子，看在你我母子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现在看你是压根就没心，养你还不如去养条狗，以后你不用再来找我了。周岩自知没脸再说什么，灰溜溜的走了。那天过后，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听到他们的消息，只是后来听说温岚心因为年纪大，强行要保胎，每天都住在医院。周瑾为了照顾她，每天都在往返家里和医院的路上，终于撑不住病倒了，双双住进了医院。周岩一边忙着公司，一边照顾有孕的儿媳，已经是分身乏术，现在还要加上2个老人，他逐渐开始吃不消，提了很多次要请护工，但温岚心闲不自在，死活不让，
甚至厚着脸皮向周瑾提出让我去医院伺候他养胎，美名其曰好歹肚子里的孩子是周岩的弟弟，多多少少他也有责任。那是周瑾第一次发火，他砸了水杯，怒骂着让他闭嘴。那天的病房里十分热闹，周瑾和温兰心互相戳肺管子，周岩拦不住，干脆啥也不管了，开车回家。当晚，温兰心流产了，心绪起伏太大，加上年纪，保不住了。她躺在病床上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周瑾冷眼坐在一旁看着，没有丝毫想安慰的想法。青春时期的初恋，迟暮之年的黄昏，曾让他一度认为温兰心就是他心中不可撼动的存在。可时光荏苒，他才觉得，其实那段感情早就花上了句号，是他太蠢，明白得太晚，才导致这一切的发生，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了黎征。如今他想挽回，还来得及吗？周瑾和温兰心离婚了，这是在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动静。我也隐隐约约听到了些风声，但我并不关心。我最近新报了个烹饪班，想学些新的菜色，几乎没什么时间去打听他们的事。再次见到周瑾的时候，是在医院，他得了老年痴呆，听周岩说没有预兆，睡了一觉醒来就变成了这样，半边身子瘫痪，话也说不清楚了，但依稀能听见嘴里一直叫着黎征征征。我想了一夜，还是去了医院。他坐在轮椅上，嘴边流着口水，头发花白，以往人人敬畏的周总早已消失不见，留下的只有一个每天流着哈喇子的小老头。看见我，周瑾浑浊的眼睛顿时变得明亮，试图叫我的名字，但一个音也发不出来，急得直哭。我搬了个凳子坐在他对面，替他擦掉口水和眼泪。那天我跟他说了很多话，说初见，说相恋，说了很多很多，所有人所有事，他安静地听着。说到最后，我眉眼弯弯，冲他笑了笑，犹如初见。他察觉到我的意思，这次没有拦着，也没有哭，只是想抬抬手，试图最后触碰一下我。我看向他已经布满皱纹的手，最终还是没有拉上去。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临别时，我说：“周瑾，再见了。”他眼尾瞬间变得通红，声音呜咽，最后变成嚎啕大哭。可我一步也没回头。我的英语初见成效，基本会一些简单的沟通了。我选择去了法国，可是办理护照还要几天，我便在家整理一些旧物。以前的旧物能扔的我都扔了，有用我又用不上的，我就全捐了。临出国的前一夜，我意外接到了儿媳的电话，她那边静默了很久。妈，我代周岩向你道歉，他说他没脸见你，你去国外一路顺风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挂了电话，道个歉都要媳妇带。孬种，上飞机前，我接到了周岩打来的电话，妈，他死了。我愣了好半晌，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谁。我沉默了片刻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凌晨。我嗯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，抬头看了眼航班时间，还有半小时起飞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坐上了去往法国的飞机，望着窗外的白云，我的脑子在这一刻无比的清醒。我拔了电话卡，注销了一切社交软件。恍惚间，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，太冲动的我，被你迷惑，结果我单脚走着钢索，没有平衡感支撑失落，幸福它何时会坠落？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女儿结婚，我却被拦在礼堂门外，亲戚全都过来嘲笑。当初你非要天价彩礼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众叛亲离的一天。我眉眼憔悴，眼看着他和新郎过来招呼宾客，却独独把我当成空气。我知道他是全然忘记了我这个亲妈，
那场车祸带走了他所有和我有关的记忆。女婿得意地喊来保安将我赶走。靠卖女儿苟活的老女人压根就不配当妈。我泣不成声，将所有银行卡放到桌上。妈1分钱彩礼不要，祝你们白头偕老还不行吗？要不还是请阿姨进去喝一杯吧。有人看不下去，主动开口劝和。我下意识看向女儿，车祸后她落下终身残疾，永远只能跛脚走路。她冷淡地站在那里，手却紧紧拉着另外一个女人的袖子。算了，我怕我妈伤心。说完，她就将几张银行卡塞回我手里。我不认识你，更不会要你的钱，你还是赶快走吧。肚子上的刀口又在此时隐隐作痛，那是生女儿时做剖腹产留下的印记。以前我把那当作骄傲的勋章，可现在却成了女儿捅向我的刀子。女婿搂着女儿，脸上还是那抹讥诮的笑容。快滚吧，老女人！从你为了在接亲时多加彩礼，不惜在高速上拦截婚车，害你女儿差点被车撞死开始，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要你了。那一刻，我心如刀绞，当场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。可别人看我的眼神中却只有嘲讽不屑。当我被保安拖出礼堂的那一刻，里面恰好响起代表幸福的钟声。女儿拿着话筒，亲昵地接过红包，改口大声叫别人妈妈。我再也控制不住痛哭出声。儿子正好在此时出现，他不由分说把我拽到一边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来找小诗吗？他好不容易才从车祸里活下来，你让他平平安安过完这一生不好吗？妈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哭得不能自已，儿子却满眼不耐烦。幸好我没在妹妹之前结婚，谁知道你这种拜金的妈会不会连彩礼都不愿意出，到时候再把我也害成瘸子。我拼命摇头，想解释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只认钱的妈妈，但她却一把抽走我手上的所有银行卡。行了，你的钱以后都给我保管。我爸再婚后过得很好，你没事不要出现在我们一家人面前，只会给人添堵。儿子，我连忙拉住想走的儿子，痛苦地跪下来哀求他：你能不能帮帮妈妈，让小诗原谅我吧？我真的不能没有小诗。儿子忍无可忍，用力拽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按到反光玻璃上，逼我去看那里面蓬头垢面的疯女人。有你这样的妈，是我和小诗一辈子的污点。他的话让我瞬间怔住，我不由自主地抚摸上自己脏兮兮的脸庞，一想到我刚才有多给小诗丢脸，心又开始剧烈抽痛起来。儿子看我似乎终于冷静下来，这才嫌恶地松开手，恶狠狠丢下一句：要是我和小诗从来就不是你的孩子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不是我的孩子就好了吗？我又忍不住掉下眼泪，可镜子里的女人却越哭越丑。我不期然想到从前意气风发的自己，那时小诗总是骄傲地告诉班上同学，这就是我妈妈，全年级最漂亮的妈妈。她一直都很依赖我，遇到问题就先找我寻求建议。这是她第一次谈男朋友，把她带回家中给我认识时，我能一眼看出她的紧张。她小声问我：妈，你觉得林凯怎么样？我认真帮他把关，尽管林凯并不让我满意，可看到小诗眼里藏不住的喜欢，我还是点头同意了这门婚事。接下来的订婚流程进展得非常顺利，刘凯家里答应出10万彩礼。我担心小诗嫁过去会受委屈，决定拿20万给她当陪嫁。可在接亲时，我意外听到亲戚家女儿结婚时收了男方20万彩礼。我自觉小诗不比任何女孩子差，心里莫名有了不甘心的情绪，拼命拍打司机，让他截停婚车。我告诉林凯，必须多加10万彩礼，否则我就当场悔婚。
不会再将女儿嫁给他当妻子。林凯当场拒绝，根本不顾及车上还有其他亲戚在看我笑话。我一气之下，将女儿从车里拽出来，却不想这时一辆货车绕过弯道急速驶来。女儿为了救我，拼尽全力把我推开，可她自己却被卡车狠狠撞飞出去，四溅的鲜血几乎要将整个世界都染成红色。抢救室门口，全家人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，老公更是拽着我的领子朝我咆哮：“现在你满意了吧？”我木然地被他不停摇晃，耳边却在不停回响着女儿闭眼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妈，我永远恨你。”整场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还没结束，我跪在地上，不停朝里面磕头。要是能让我女儿活过来，我愿意拿我的命来换。后来手术真的成功了，可女儿大脑损伤，意外失忆。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她清楚地记得所有人，包括才认识1年的林凯，却唯独忘记我这个亲妈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真的好像失去了半条命。你是我妈，她看着我时满眼陌生，从前那个会和我牵手，向别人介绍我是她妈妈的小姑娘彻底消失不见。但我心里还是抱有一丝侥幸，我想只要我多带她回忆过去，她一定会重新记起我。可老公和儿子都不肯给我这个机会，他们恨我临时变卦，害小时遭遇车祸，还落得终身残疾。在他还没出院时，老公就和我提出离婚，儿子也要跟我断绝关系，还勒令我绝对不许私自去医院探望小诗。可没有哪个母亲是不想自己女儿的。我特意在深夜偷偷过去看她，原以为病房里只有小诗一人在休养身体，却没想到会看到前夫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，笑呵呵地告诉小诗，其实这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儿子注意到我，一脸愤慨地把我拽走：“谁让你来的？你都把小诗害得这么惨了，为什么还不肯放手？难道非要她死了你才高兴？”我语无伦次地想要解释，可眼泪却把话堵在喉咙，千言万语在见到小诗的那一刻，都只能变成一片寂静。他拄着拐杖，一步步艰难地走向我，从心底油然而生的希冀再次让我红了眼眶。可小诗却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：“不好意思，借过。”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，我还听到他长叹口气，幸好我亲妈不是这个疯女人，整天到我门口哭丧，烦死了。那时我连该怎么反应都忘了，只记得遍体生寒的绝望要将我彻底吞没。身后前夫牵着新妻子的手，几步冲过去，一左一右扶住女儿。小诗甜甜地说了一声谢谢爸妈，那女人也热切地点头答应。我的小诗最乖最听话，等你养好伤，妈妈一定给你重新举办一场更盛大的婚礼。我想那一刻我是真的后悔了，我不要彩礼了，1分钱都不想要了。现在我只要我的小诗能重新记起我，再叫我一声妈妈。可我却心知肚明，一旦她找回记忆，只会更加恨我。离婚后，我就从家里搬出来，私心里为了能每天见到小诗，我搬进了对门的房子。我就像一个见不得光的偷窥者，只能透过窗帘缝隙窥探小诗现在所拥有的幸福。儿子时常过来看我，可他每次讲的都是小诗和新妈妈的故事。小诗为了感谢朱阿姨的照顾，特意下厨做了她最喜欢的红烧肉，朱阿姨给小诗包了一个大红包。现在亲戚们都说，要是小诗早点遇到朱阿姨就好了。一会儿我们全家要一起出去旅游，希望回来的时候你已经不住在这里了。离开你以后，我们每个人都过得很好。他走后许久，我还愣在窗台边上，亲眼看着小诗挽着那个女人的手，和邻居介绍：“这是我妈，
全小区最漂亮的妈妈。我像是受了什么巨大的刺激，忽然拉开窗户，直接跳了下去。我想，要是我以死赎罪，或许能换来小诗再叫一声妈妈。可小诗只是在看到我坠楼的瞬间，拼命向后拽走了她的新妈妈，就像她曾经奋不顾身救我那样。我重重摔在汽车顶盖上，压根感觉不到任何疼痛，只求能从小诗眼中窥到动容。可他全副心思都放在那个女人身上，拉着女人左看右看，确定没有被我牵连后，才松了口气，转而愤怒地朝我骂道：“要死不会看着点底下有没有人啊？你这样万一砸到人怎么办？真是晦气，车都让你砸坏了，你说到底怎么赔吧？”我用尽力气想撑起身体，却还是颓然地跌在车上，最终被送去医院急救，连条腿都没有赔上。我注定一辈子都要亏欠小诗。可在我搬家那天，儿子却亲自送来赔偿单。那辆车是朱阿姨的，你必须照价赔偿，20万1分钱都不能少。还有你答应给小诗的嫁妆，一共40万，全都打到我卡上。别说我不给你弥补的机会。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，连忙朝他点头，答应这笔钱一定到账，条件是告诉我小诗的婚礼地点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努力教课，想评上优秀教师，拿到季度奖金。可学生们似乎都知道了小诗的事，连带着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异样。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现，若无其事地站在讲台上授课，直到一位同学将水瓶砸到我头上。天价彩礼妈也能为人师表给我们上课吗？你这么爱收彩礼，当初多生几个女儿不就暴富了，还用得着出来上班吗？一声声奚落引起哄堂大笑。我窘迫地捡起瓶子，捏扁了揣进口袋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女儿攒嫁妆钱。其实我早就在偷偷捡废品了。同学们看我这个举动，纷纷都把桌上的水瓶废纸朝我丢过来，更有男生大着胆子把易拉罐踩在脚下。彩礼妈，你跪下求我抬脚，我就把瓶子送给你呀！刹那间全场寂静，我在一片灼灼的目光中缓慢屈膝，跪倒在地，然后匍匐着趴在地上，手指紧紧勾住易拉罐的拉环，生怕那人会后悔似的，求他把瓶子给我。这场狼狈最终被校长的到来打破，学生慌乱收回脚，我像捡到宝一样，用力将瓶子上面的灰尘擦干，然后装进我早就准备好的编织袋中。校长朝我长叹口气：“你这段时间还是回家好好休养吧，先不要来学校上课了。”我连忙摇头：“不，您别辞退我，我现在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，我需要很多钱。”校长的决定却不容置喙，他甚至还带来了顶替我的授课老师。只看那人一眼，我就呼吸骤停。是朱红，我女儿小诗口中最漂亮的新妈妈。她的确光彩照人，刚一出现，学生们就倒吸一口冷气。我嫉妒到恨不得用刀子划破她的脸，让她也和我一样变得丑陋不堪，这样就永远无法抢走我的女儿。疯狂的念头还在滋长，可朱红却毫无所觉，还小心翼翼地朝我伸出手：“周老师，要我先扶您去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吗？”她无辜的好像和我丈夫再婚的女人不是她一样。我更加确信她的虚伪。朱红就是故意出现在小诗身边，先抢走我的女儿。丈夫现在又来夺走我的工作，把我逼上绝路。我愤怒地拍开他的手，咆哮着让他去死。朱红愣了一下，却还是友善地笑笑：“周老师，为了您的女儿着想，请您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。”倏然间，我双眼瞪大：“你居然还敢提我的女儿？”朱红眼里流出哀伤：“非常抱歉，但我想你女儿一定不想看到您自暴自弃到现在这样。
可抢走我一切的女人，不正是她吗？我再也无法忍受地冲上去，狠狠掐住她的脖子，亲眼看到朱红在我面前喘不上气。我畅快到连昏沉的大脑都清醒不少。所有人都在用尽全力将我和朱红分开，可我的手就像金箍一样不断收紧。不看到朱红咽气，我怎么也不肯放手。情急之下，还是小师出现让我走神，才让那些老师学生钻到空子，把朱红解救出来。小师不由分说甩了我一个巴掌：“杀人犯，你先是要害死我，现在又要害死我新妈妈吗？”我这才明白，原来小师早就知道我才是他亲妈。我颤颤巍巍地朝他走近，却被他厌恶地避开。“你别靠近我！”我没有想起你是谁，我只是看到了家里没来得及收起来的照片。但现在比起你，我还是更喜欢朱红阿姨。我的手僵在半空，眼睁睁看着她绕过我，小心把朱红扶起来。朱红担忧地看我一眼，张口说了些什么，我没有听清。可很快，他就面目狰狞，癫狂般嘲笑我的不自量力：“你女儿不要你了，现在她的妈妈只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就活该变成被万人唾弃的彩礼妈。你该死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”我害怕的不停摇头，视线微微左移，就看到女儿的嘴也在一张一合地说着：“去死吧！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”我逃命般冲出教室，一路跑到学校天台，身后紧跟上来的同事和学生都在冲我叫嚣：“快去死啊！怎么停在那里不动了？演戏给谁看呢？彩礼妈，去死！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老师。”寒风一阵阵从脸侧刮过，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女儿，她还是满脸冷漠：“跳下去吧，就当是赔我一条命。”我闭上眼，身体自然前倾，想要一死了之，可一只非常有力的大手却在此时扳住我的肩膀。我想挣开那人的禁锢，却被他带翻躺倒在地上。我怒不可遏地要抓住对方的领子，质问他到底为什么要阻拦我为女儿赎罪。可我却猝不及防看到前夫泪眼婆娑的样子，他抹了一把眼泪，坐起身拼命抓住我的肩膀摇晃：“周瑾，你醒醒啊！你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吗？”我情绪失控，一巴掌重重扇在他的脸上：“都怪你不让我和女儿相认，她只是失忆了。你为什么不让她知道我才是她的亲生母亲？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就娶别人？”“老婆，你在说什么？”前夫惊呆地看着我，我却用力把人推开，转而走到女儿面前：“小诗，你放心，妈妈现在就去死，只要你肯原谅妈妈，妈妈为你做什么都可以。”“周老师！”学生们飞扑过来将我按住，我扭过头踢了他们几脚，可他们非但没有放手，反倒抓得更紧。“周老师，你醒醒啊！”周遭的声音乱哄哄的，我已经快要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可几句清晰的嘲讽还是落进耳底：“彩礼妈，不想死就别耽误大家时间，要死就快点死，我们还要回去上朱红老师的课呢，活着也是被万人嫌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你女儿也好开开心心继续叫朱红妈妈。”最终我是被人打晕了，关进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只能闻到鼻尖的消毒水味。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到处抹撒寻找可以自杀的东西。我女儿还在等着我死，我不能拖延时间惹她生气。手指好不容易触碰到墙壁上的一个东西，我心里一喜，慌忙按动，却猝不及防被头顶的灯光吓住。我盯着那光看了好一会儿，再一低头，蓦然看到女儿就坐在我的床上，她手上拿着一把剪刀。“想死啊？用这个，明天就是我婚礼，你今天死了也算是给我去晦气。”“好，好的。”我像个拿到糖的孩子，
欣喜若狂地接过剪刀，就朝自己的胸口刺去，可刀尖却在距离我1寸的地方堪堪顿住。我忽然没那么坚定去死了，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不，妈妈还不能死，妈妈还要攒够40万给你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能够赚到。我的说话声终于吸引外面人的注意，儿子踹门进来，指着我鼻子大骂：“以后再也别让我们看见你了！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”我泪眼蒙蒙，连带着看周围所有的景物和人都是模糊的。我生怕女儿会连最后赎罪的机会都不给我，连忙握住女儿的手求她：“你再给妈妈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妈妈一定会留给你一笔钱，让你以后能够好好生活。”女儿只是轻飘飘看我一眼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从这之后，一整天我耳边都不停有人在和我说话，可我却一个字都听不清楚。我想女儿还是恨我的，她生怕我会出现在婚礼现场，打扰她的幸福，所以才特意派人在门口守着我。可我还是顺着外墙的水管偷跑出去了。我带上身上所有的银行卡，顺着记忆找到那座礼堂，然后闯进去，把所有银行卡心甘情愿奉上。可林凯却说，靠卖女儿挣钱的老女人压根不配当妈。我觉得他骂得很对，可鼻子还是难免酸涩。女儿全程就像没看到我一样，没有分给我一个眼神。我只能在众人的嘲笑声中，呆呆地目送她挽着另一个女人的手，穿着洁白漂亮的婚纱快步离开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察觉到一抹异样，周围的一切好像都染上不同寻常的亮光。我的意识再次陷入混沌，像是有人在掐住我的喉咙，让我差点无法呼吸。可下一秒，我就被惊出一身冷汗。因为我终于意识到那抹异样的来源，我不顾一切阻拦，疯了一样冲上去拽住新娘的手腕，亲眼看着她双腿矫健地迅速倒退，想要远离我。那张受惊过度的脸和记忆中的女儿完全无法重合。我这才发觉，这根本不是我女儿的婚礼现场。但我又回到门口去看新郎，确认他就是我女儿的男朋友林凯，没错。我瞬间陷入癫狂，一手扫清桌上的所有东西，拼命抓挠林凯那张莫名觉得可憎的脸。你把我女儿藏哪儿去了？你快点把小诗还给我。七，你女儿？林凯吊儿郎当地笑了一下，抬眼不忘和身边的伴郎调侃：他女儿不是因为彩礼被自己的亲妈害死了吗？怎么还来找我要人？彩礼妈就是想赖上你呗。伴郎同情地拍拍他的肩膀。正在这时，一道劲风从我耳侧刮过，随后林凯痛呼一声，竟然直接甩飞出去，后背撞在墙壁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现场顿时响起一阵尖叫，有人帮我冲开桎梏，将我搂进怀里关心：妈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对你动手？我有些惊喜地和儿子对视，他只看了我一眼，就潸然泪下，当众将我抱进怀里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没有照顾好您。我受宠若惊，赶紧拍拍儿子的后背，转而又想到女儿，慌忙问他，为什么今天林凯婚礼娶的人却不是小诗？他是不是嫌弃小诗跛脚了？那我多出点陪嫁可不可以？只要小诗高兴，我出多少钱都愿意。儿子捧住我的脸，早已泪流满面。妈，你醒醒吧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是林凯家贪得无厌，是他们害了小诗。我的心里骤然塌陷了一大块，空落落的，好似终于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怔怔地看着儿子，林凯怎么害小诗了？儿子气得急喘了口气，不由分说推开众人，把林凯拎到我面前，逼他亲自和我把话说明白。我看见他脸颊都高高肿起一块，
想到小诗对他的喜欢程度，下意识就要给他道歉，可下一秒林凯却抢先开口了：“你们一家人他妈有完没完？那场车祸又不是老子安排的，怎么能算得上是我害死小诗？分明就是他自己倒霉，好不好？”儿子对着他另一边脸颊又给了一拳，林凯被打出脾气，恶狠狠地一擦嘴角：“妈的，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们家要10万块钱彩礼，难道不就是在卖女儿吗？我有说错吗？接亲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，彩礼只准备了1万行不行？你们家的人就和我翻脸，非要逼我停车，要不是你们执意把小诗带走，他能被货车撞死吗？就是你们家贪得无厌，才害死小诗，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”儿子气急败坏，又要动手。这次他被赶到的警察及时拦住，而我整个人都石化在原地，脑海中一片空白，只余下那句害死小诗在不停萦绕。害死小诗，小诗死了？怎么可能？你撒谎！我冲到林凯面前质问他：“你凭什么咒小诗死啊？我女儿还好好活着，她昨天还和我说话呢。”妈，儿子悲痛欲绝地唤了我一句，可我充耳不闻，眼里只能看见一个林凯。我必须要从他口中得到一个确切答案。小诗没有死，只是他嫌弃小诗跛脚，在咒骂小诗而已。可林凯却狠狠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沾上你们一家是真他妈晦气！那死人都死好几个月了，你他妈怎么和他说的话？记忆力好像有个链条突然断了。我茫然无措地看向四周，忽然发现我果真找不到小诗了。可他这段时间分明如影随形，一直出现在我能看到的地方。小诗，我在礼堂里到处寻找，越走越急，一不小心踩空一级台阶，额角重重撞上桌腿，疼得我瞬间眼冒金星。可断掉的链条又好似在慢慢接上，我看到了那场注定会成为我毕生噩梦的车祸。小诗哭得可怜，可神色却格外坚定。林凯，如果你临时出尔反尔的话，那我只能认为是你对我没有一点诚意。我们这场婚礼就到此为止吧。小诗，我有些担忧地为她擦干眼泪。没关系的，以后一定会有更好的男人来爱我的宝贝。走，妈妈这就带你回家。小诗破涕为笑，朝我点了点头。可紧跟着，刺耳的鸣笛声就要穿破我的耳膜。我看到小诗手忙脚乱地把我推开，紧跟着货车就出现在我刚才所站的位置。小诗当场被碾成肉泥，绝无任何生还的可能性。那一瞬间，我连绝望到底是什么滋味都来不及品尝，只浑身瘫软，一步步爬到货车下面拼凑小诗。血红的婚纱上挂着我的女儿，车轮底下还碾压着我的女儿，旁边的护栏上又溅上我的女儿。那是我的小诗啊，那是我宝贝了一辈子的小诗，她该有多疼啊！妈妈对不起你，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本可以好好活着。该死的人分明是我！我再也止不住的嚎啕大哭。儿子不顾一切地冲过来将我抱住。妈，不是你的错，都怪林凯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我终于全都想起来了。我的小诗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死了，而在他死后，我宛若行尸走肉一般继续生活，装作若无其事地给学生上课，直到我得知林凯就要结婚的消息，我痛不欲生，又恨意丛生，亲手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美妙的谎言。在这个幻想里，小诗还好好活着，她只是不记得我而已。儿子和老公也都已经开始新的生活，我把所有的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，好似只有这样才能让女儿毫无负担地走向新生。她如愿以偿嫁给林凯，这次二人没有因为彩礼产生纷争。
我一次次催眠自己，这样就是最好的结局，但内心残留的一抹不甘，还是让我一次次来到这座礼堂，找寻林凯。终于在今天，我找到他了。于是美梦也该醒了，我要接受这残忍的现实，为小事报仇。我的大脑忽然前所未有的清醒。几步之遥，林凯正在抽着烟给警察做笔录，他口口声声还在骂我是彩礼妈。其实警察叔叔，你们也应该明事理，那场车祸根本就不能怪我，我也不想让小石死啊，谁让他们家非得在乎那几万块的彩礼钱呢？我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凭啥要给他们家10万块钱呢？那个小师也是，非得在婚车上就沉不住气和老子翻脸，死了也是活该。这种泼妇就算娶进家门也没好，早知道当初睡过一次就该分手的。什么？你问我这次结婚给新娘家多少彩礼？10万呢？我老婆可是处女，我给10万还嫌少呢。她可不像小师那么随便，被老子哄几句就带上床了。而且我其实早就睡腻了小师，婚前都玩够了，谁还想娶回家睡一辈子啊？哎你，他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，就全部卡在喉咙。在所有人的惊呼声中，我耳边只余下心脏狂跳的声响，视线从林凯震惊的脸上缓缓下移，落到我插入他心脏里的那把剪刀上，鲜血瞬间染红了我的指甲。好漂亮的颜色，让我不由自主产生怀念。可一想到这血是林凯的，我又觉得脏死了。我松开手，嫌恶地抽出纸巾擦干血迹。林凯张了张嘴，最终眼睛一翻，直挺挺地向后倒下。我没去理会四周的凌乱，只是神色轻松地朝警察伸出双手，抓我回去吧，我已经了无遗憾了。我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杀死林凯这一事实，就算到了法庭宣判时刻，也没有丝毫胆怯。这是我一辈子做过最无悔的决定。林凯不死，我才对不起小师。被押运去往监狱那天，警察提醒我看看窗外，我这才发现路两边竟然不知何时站满了我的学生。朱红和校长紧紧挨在一起。我想起来，今天正是2人2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真是打扰他们的好日子了。这段时间，朱红经常来我家看我，我还发疯砸坏他一辆轿车，真是非常罪过。我还看到那个踩着易拉罐瓶子不肯给我的学生，他哭得最凶。透过警笛声，我依稀听到他在说：“周老师，我们会永远想您。下次还要和您一起喝可乐呀。”我眼眶一酸，默默朝他们招手，却带动手铐叮当作响。老公已经和儿子紧追了几部警车，却终究还是化作斑点，在视野里消失不见。我不明白他们都这么悲伤做什么，我分明不孤单啊。我转过头，看着坐在我身边的女儿，满足地闭上眼睛。宝贝，原谅妈妈故意在警察面前撒谎，隐瞒我有心理疾病的事实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过去陪你呀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洗手间里，我看到李恒正哈着腰，很认真地洗着什么东西。我凑近一看，竟是一条女士内裤，而且还是蕾丝边的。这种款式我从来不穿，除了那位正在闹离婚的表妹，我想不到第二个人。李恒，你知道你在干嘛吗？平日里所有的家务我都舍不得他上手，在我眼里，他的那双手是用来治病救人，用来拿手术刀的。你小声点，孕妇产后很敏感，让微微听到，她该多心了。这个时候，她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表妹的感受。我积攒半年的情绪瞬间爆发，直接夺过她的盆，一把掀翻在地上，咣当一声，她姑率先听到了声响，连忙从客厅的沙发上跳了起来，直奔洗手间跑过来。恒啊，
咋了这是？李恒也没想到我有这么大的反应，他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然后用很匪夷所思的表情看着我。何言，一点小事你至于吗？不等我开口，他便直接无视我，转身过去安抚他姑姑的情绪去了。姑，没事啊，不用理他。他们姑侄俩就把我这么晾在了原地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我的婚姻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李恒是一名产科医生，当年是我主动追的他，也是我跟他求的婚。从认识他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在为他付出，无条件支持他。所以婚后他提出让姑姑搬进来，我也接受了。毕竟他爸妈走得早，是他姑姑把他拉扯大的，我也愿意为他尽一份孝心。但自从他姑姑搬进来以后，我们两人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离谱。我房间的首饰经常凭空消失，我的衣服上经常出现油渍，还有她总是把老公拉到一旁，背着我说悄悄话，这导致我的神经越来越敏感。久而久之，李恒看我的眼神也说不出的厌恶。结果才没多久，他的女儿就要搬过来住，说是因为被姑爷在月子里家暴了，现在正要打官司闹离婚。可离婚冷静期要1个月，怕在家住不安全，所以才暂时搬过来避一避。我想着同为女人，她表妹特殊时期，伸手拉她一把也是应该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竟是引狼入室。这一住进来，人家压根就不打算搬走了，偏偏李恒对他这个表妹比亲妹妹还亲，有求必应。自从他搬进来，我们家就像搬进了一尊大佛，日日都要把他供起来，吃什么做什么，要什么买什么。我甚至感觉自己不是主人，倒像是佣人。可这房子明明是我拿出所有存款付的首付，李恒只是分担了房贷的部分。我们2个人的家，如今怎么就变成这样？一开始我以为李恒一定会站在我这一边，可事实证明我错了，错得他糊涂。我直接将脸盆里的内裤拿出来，丢进了垃圾桶，随后冲进次卧，将他表妹的衣服全部塞进一只行李箱，边塞边说：“林薇薇，我帮你收拾好东西，请你立刻搬出我家。”林薇薇手里端着一碗葡萄，瞬间上来了脾气：“嫂子，这是我哥家，你凭什么撵我？要撵也得我哥开口。”我受够了，这次我没给他好脸色。林薇薇，今天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这段时间我快要被逼疯了，为了李恒，我一忍再忍，可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这时李恒也听到了我跟他表妹争吵的声音，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林薇薇看到他哥过来，立即收起那副凌厉嘴脸，带着哭腔委屈道：“哥，嫂子要撵我走，你是不是也不要我了？呜呜呜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走就是了。”说着，连孩子都不要了，起身就要往外走。李恒见状，急忙拉住林薇薇：“薇薇，有我在，谁都不用走，这个家我还做得了主。”林薇薇得意的表情都快溢出来了，可在李恒眼里，却只能看到我不可理喻的样子。“何言，你想干嘛？有什么你冲我来？你逼他干嘛？你不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吗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此时此刻，我竟笑出了声。我终于明白那一句“人在无语的时候为什么会笑”。李恒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还想跟我过吗？他冷着一张脸，不假思索道：“这话应该问你自己。”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把选择权交给我。这时林薇薇又开口道：“哥，你快哄哄嫂子吧，别因为我生气了。”“不用，没事。”“是啊，李恒从来没哄过我，从交往以来，每生气都是我自我消化，他早就摸透了我的脾气，再大的事用不了3天，准保主动和好。
可这次我已下定决心，我没有再跟他多说一句，直奔自己房间，将事先收拾好的行李箱拉出来。李恒从头到尾都没有阻拦我，只有在我出门前说了一句：“你想清楚，出了这个门，可别后悔。”我本以为离婚协议不用拿出来，我还对他抱有一丝幻想，现在看来是时候给自己一个交代了。我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从包里拿出来，甩在了他脸上。字我签了，周一民政局见。他这才意识到这次我认真了，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质问道：“何言，你来真的？”“是，这是我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。好好看看协议吧，放心，我不占你一分便宜。”他从没见过我这样，能感觉到他有些慌了。可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低头跟我道歉，所以周一那天，他如约来到了民政局门口。只是他没想到，那天我一改往常，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。周一当天，我穿了一件玫红色连衣裙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这些都是他从前不喜欢的。在跟他交往期间，我一直是按照他的喜好来装扮自己，可他不知道，曾经的我也很耀眼。我本是学舞蹈的，毕业后爸妈拿钱给我开了一间舞蹈教室，2年间我就赚回来开教室的本钱，并且给父母在县城换了一套新房。后来我一直专心经营舞蹈教室，直到我的学员意外怀孕，我才阴差阳错去到那家医院。当时接诊的医生正是李恒。一开始他戴着口罩，我对他印象并不深，后面他把我当成学员家属，数落了一顿，我才对他有了初步印象。学员后来跟我坦白，说跟医生撒谎了，说我是他姐姐。我当时只觉得他是个很正直的医生，学员的手术是他做的。中间我们又接触了几次，慢慢对他产生了好感。我主动加了他的联系方式，后来知道他为了学医吃了很多苦，还欠了不少钱。那时我太上头，还帮他还了2笔信用卡账单。现在想起来，只觉得自己傻得可以。不远处，我看到李恒将车停在路边，没等走近我就看到他眉头紧锁的表情。穿成这样，给谁看呢？我轻笑一声，反正不是给你看。他被我呛得脸色难看，停在了门口处。我走了2步，才发现他没有跟上来。我回过头，催促道：“李恒，看什么呢？快点！”他不情不愿地走过来，嘴里嘟囔一句：“这么多人，这得排到什么时候？”我猜到他会这么说，直接将他一军：“那让你姑和表妹搬走，我们可以不离的。”这也是我给他的最后一个机会。我真的很怕他会同意，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。何言，你没完了是吧？我立即打断他：“好了，当我没说，排队吧。”此刻我才算彻底放下，也算是彻底死心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签了离婚申请表。他对离婚协议上的财产分配也无异议，毕竟若要细算，还是他占了便宜，所以一切还算顺利。李恒，你先走吧。他扫了我一眼，你不走，还是后悔了。我第一次觉得，我真的把他宠坏了。事到如今，他都没意识到，我是真的放弃他了，竟还觉得我是在跟他怄气。我直接从包里将事先准备好的征婚条幅拿了出来，随后横挂在了民政局的门口，上面明晃晃几个大字写着：“本人真诚征婚，期待遇见心动的你，一起携手共度余生。”横幅一拉出来，聚焦的目光更多了。从我进民政局开始，我就发现有好几位男士时不时地看向我。我的目的很明确，我就是要在今天把自己嫁出去。李恒看到我的举动，用不可置信的眼神望着我：“何言，你大脑受刺激了？你竟在这种地方征婚？”我淡淡笑了笑道：“李恒，
我的事跟你没关系了。我想在哪找男人，用不着你管。”他气得眼睛都红了，可还是继续说道：“你在这找男人，跟在垃圾堆里挑男人有什么区别？”我噗的笑出声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也是垃圾？你，何言？我看你真是疯了。行，有你后悔那天，我等你来求我。”不等他说完，就见一位戴眼镜的男士走了过来。“你好，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？”我没再理会李恒，跟这位男士打了招呼。很快，我的周围就围满了人，连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我在2次婚恋市场还挺受欢迎。李恒被推搡到一边，他看着我众星捧月的样子，气得都快吐血了，当即转身离去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再次听到李恒的消息，是在2个月后。当然，我并没有成功把自己嫁出去。突然出现那么多选择，我瞬间清醒了过来。谁说我非要结婚？我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，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自己有兴趣的恋爱就好了。婚姻那张纸其实没什么意思，倒是李恒跟我成功办理完离婚手续后，他姑姑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乡下姑娘相亲，听说是他姑父家亲戚。那女孩和他表妹微微是小学同学，长得黑黑瘦瘦的，不过招他姑喜欢。要不是因为李恒突然娶了我，那姑娘早就成了他姑给选好的侄媳妇儿。这些我都是在林薇薇朋友圈刷到的，想来他是为了气我故意发的。6月12号，我表哥今天跟我最好的朋友相亲了，下面配了一张3个人的照片。不过照片里，李恒面无表情，看起来一脸烦躁。6月27号，表哥今天跟我最好的朋友正式交往了，开心开心。下面发了张牵手照片，他还在照片中比了个耶的手势。7月8号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新嫂子。下面配的是9宫格，里面9张照片都是李恒和那姑娘的婚纱照。只是我见过李恒跟我拍婚纱照的样子，完全不是这副暗淡无光的表情。倒是那姑娘看着是真开心。这时我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我一看，打来电话的人正是林薇薇。我本不想接，却又觉得不接反倒显着我小气，于是我按了接听键。电话那头刺耳的声音瞬间传来：“何言，你还真敢接我电话？那你听好了，我哥让我传达你一声，他这个月16号办婚礼，你别忘了来随礼。”我已经能想象到林薇薇现在的嘴角大概已经咧到天边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正想挂断，林薇薇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何言，你现在知道我在我哥心里的分量了吧？我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我妈的话那更是圣旨。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自作自受，活该。”他喷得很爽，却没想到我把这段话录了音。接电话之前就猜到了，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果不其然，正中我的下怀。最后我只是很平淡地回了一句：“骂完了吧？”我挂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去了一趟商场，选了一件香槟色的礼服。试衣服的时候，路过的人都发出惊叹的声音。服务员走过来，大声地赞美道：“哇，好漂亮啊！”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确实很贴合我的身形，看起来就跟量身定制的一样。而且我已经好久没穿过这么显身材的礼服了。记得上一次还是在大学的一个晚会上，那次晚会结束，就有好几个男生跟我表白。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开窍，一门心思都扑在省舞蹈比赛上。而这次，我想找回来那个耀眼的自己，帮我把这件包起来吧。我的舞蹈教室也在今天重新开业。当初嫁给李恒后，他姑姑就让我在家备孕，不允许我工作，说结了婚的女人就应该以丈夫为天，天天出去抛头露面丢人。当时我就一肚子气，
还以为生活在60、70年代。可李恒也赞同他姑的想法，还说他赚的钱够养我，让我别太累了。最后为了婚姻和谐，我妥协了。可没想到，一味的让步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我成了外人，也成了他们的仇人。出了商场，我去 4S 店提了一辆车。这辆车在跟李恒交往的时候，我就很心仪。后来知道他有困难，那笔钱我就拿出来给他用了。不过还好，现在我及时止损，跳出了火坑。今天终于可以做回我自己。一辆红色越野车停在家宠物店门前，我刚摇下车窗，宠物店里面就迎出一个男人。他穿了件白大褂，看上去很干净清爽。来了，我刚想去接你。新提的车。我点了点头。这个月16号有空吗？陪我去参加一个婚礼。他推了推眼镜，笑了笑道：让我猜猜，前夫的。我歪了歪头道：那你去不去？不去我就约别人了。我假装生气，准备关上车窗，他连忙伸手挡住。要不是我反应快，差点误伤到他。我当然要去，放心，一定不给你丢人。他就是我跟李恒离婚那天第一个过来跟我打招呼的男人。说来也巧，跟他认识后才知道，他跟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，只不过比我大2届。这段时间接触下来，只有他还算真诚。而且他也是医生，虽然是给宠物治病的，不过我好像就是对穿白大褂的有天然的好感，觉得他们的工作很神圣，很有意义。舞蹈教室开业当天，我也发了一条朋友圈。那天来了好多人，好久没联系的同学也都来给我捧场。我当时没想太多，后来才知道，其实有人默默为我做了一些事。晚上躺在床上刷手机时，发现李恒给我点了个赞，不过很快又取消了。他还真是可笑，永远被情绪控制，也难怪他姑姑能破他。7月16号，这一周过得很充实，要不是江毅提醒，我都差点忘了李恒办婚礼这茬。前一天晚上，何言，明早几点出发？我去接你。我一拍脑门道：你不提我都忘了。没事儿，到时候我开车就行。不过江毅再三坚持道：明天你听我的，你负责美丽，我给你当司机。我犹豫了片刻，答应了他。毕竟自从舞蹈教室开业以来，我确实忙坏了，一批又一批的新学员，感觉我自己已经快要顾不过来了。看来是时候招聘老师了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慵懒的声音传到了听筒里：何言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要不明天我们不去了？我连忙打断道：不行，要去的，毕竟夫妻一场。我没那么小心眼，况且我都有你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才发现我好像是下意识说出来的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承认他。在此之前，我跟他的关系一直都是友情之上恋人未满的状态。我赶紧转移话题，说了没几句就挂断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心跳得这么厉害，该不会是低血糖了？第二天一早，我早早起床，梳妆打扮，穿上了那条香槟色的礼服。这2天肚子又小了一些，穿起来的效果比那天在商场看着还完美。我刚收拾好，电话就准时响起：何言，我到了。我背上一只奶油色包包，穿着7厘米高跟鞋就下楼了。只不过我在楼下环视一周，都没有看到江毅的身影。突然我听到不远处汽车喇叭的哔哔声，我循着声音望去，发现发出声音的那辆车竟然是一辆豪车，劳斯莱斯幻影加长版。而坐在驾驶位的人正是江毅。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辆车价值上千万，江毅不是宠物医院的医生吗？他从哪搞来的这辆车？转念一想，他一定是租的。
为了让我有面子，他还真是舍得下了血本。江毅，还真是你，这车也太夸张了，你花多少钱租的呀？他先是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便附和着我说道：“怎么，何小姐要给我报销吗？”我顿了顿，刚想说没问题，他却没给我机会，接着说道：“我逗你呢，快上车吧，别耽误正事。”上车后，我打量了他一番，今日的江毅看起来很不一样，整体的搭配完全就像一个富家公子。这辆车与他此刻的气质竟然完全融合，倒是我气场有些压不住。半个小时后，车子停在了酒店门口，我们刚准备下车，保安就跑过来帮我们开车门，就连大堂经理都跟了过来。看样子这车的面子还真是够大的。江毅，这排场是不是太过了？我都有点不适应，你早晚都要适应，有我在呢。他的声音总是能让我很安心，这种感觉以前李恒从没给过我。来都来了，那就去会会他们。我挽着江毅的胳膊，直接走进了酒店。婚礼场地在6楼，楼下豪车被围观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林薇薇耳朵里。她向来是个势利眼，这种热闹她怎么可能不凑？搞不好还要站在车边合照，发朋友圈。只不过我跟她并没有在上楼时碰到。一刚来到6楼，我和江毅的出现就让在场宾客的目光都聚焦了过来，他们的眼神仿佛在说：“这婚礼是邀请了哪个明星吗？”何言，你看，你多耀眼！我轻轻掐了一下他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我就是个纸老虎。他很宠溺地搂了搂我的腰，我刚想推开，就发现李恒正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。结果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他是谁？新欢吗？”我紧了紧江毅的胳膊道：“没错，这是我男朋友江毅。”江毅很自然地伸过手：“你好，前夫哥。”李恒当着那么多人面，只好客气地跟他握了握手。只不过他握手的同时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我怎么看着你眼熟？”江毅回道：“不错，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。”他这个回答还真是成功气到了李恒，这不由让李恒想到那次分别前我在民政局疯狂的举动。他还说等我去求他，结果等来的是我来参加他婚礼。何言，你真是眼光越来越差了，找了这么个小白脸，他能给你什么呀？他说我也就算了，竟然连带着把江毅也骂了。我这次没惯着他。李恒，你自己懦弱没担当，不要把所有人想的都跟你一样。还有，今天是你邀请我来的，我本想给你留着脸面，你再出言侮辱我朋友，别怪我让你下不来台。不过江毅好像心情并没有受影响，依他站在我身后，感觉心情甚至还不错的样子。这时李恒破防了，不顾身后赶过来的新娘，直接拉着我的手往礼堂外走。看到此景，江毅本想拦住他，不过被我制止了。江毅，我没事，一会我过来找你。来到门外的我，一抬头就对上眼眶红红的李恒。何言，你真的没有什么想对我说吗？我很平静地回答道。你想让我说什么？这次他终于肯放下他的自尊，对我袒露心声道：“妍妍，我让微微通知你，我要结婚。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多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。”我笑了，这次是笑他。李恒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况且你现在站在这跟我说这些，你觉得对得起那个女孩吗？我的平静彻底打碎了李恒的幻想，他竟直接跪在了我面前。妍妍，我错了，你别这样对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不想娶别人，我真的不能失去你。他越说越激动，罕见的带着哭腔。李恒，你这是干嘛？你快起来！我的目光落在了他身后，他这才回过头，才发现新娘子已经站在他身后了。老公，他是谁？你在做什么？
李恒这才连忙起身，挡在了我身前。你出来干嘛？回去。他的语气很凶，很明显，他对这个女孩没有一丝温柔。一女孩情绪瞬间失控，转身回到礼堂。可不到2分钟，就看到李恒的姑姑和林薇薇一起冲了过来。这时，江毅也来到了我身边。你还好吗？要不要交给我来应付？我摇摇头道：不用，我可以的。林薇薇打着头阵，一副要给闺蜜讨公道的样子。好你个何言，我表哥大婚的日子，你来闹事是吧？他姑嘴里也骂骂咧咧道：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到现在还缠着我们李恒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这2人那架势，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，完全没把李恒放在眼里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也让李恒好好看看他一心维护的姑姑和表妹到底是何面目。这次李恒一动没动，一直挡在我的身前。恒啊，你让开，你护着他干嘛？巧芬是你媳妇，你可别被这狐狸精迷惑了。是啊，表哥，你快回礼堂，大家都等着你呢，我们来教训他就行。李恒在面对他姑时，语气软和了些。三姑，妍妍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有些话想单独跟她讲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恒啊，这会儿你可别犯糊涂，姑就要你一句话，今天这婚礼你还办不办了？李恒的目光却看向我，仿佛希望此刻我能给他一个不办理由。结果他这个反应，直接让林薇薇找到了突破口。表哥，我听说何言跟你离婚后，活得可潇洒了，人家现在早都不知道换了几批男友。我上次撞到他，身边还不是这个小白脸呢。他了解他表哥的秉性，占有欲强，心眼小，还有洁癖。这样一来，李恒自然就会放弃我，毕竟他是个身体洁癖很严重的人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私生活混乱的我。意我并没有为自己辩解，这时李恒才艰难地吐出一个字：办。事已至此，我本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，可林薇薇却不依不饶。何言，事情搞成这样，你就想走？我要你给我闺蜜道歉。那个女孩站在她身后，全程没有吭声。李恒没想到林薇薇会提这种要求，刚想说什么，却发现我已经拿出手机。随后我播放了一段录音，录音的内容正是那天他得意之下说出来的话，其中那句我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我妈的话那更是圣旨，直接听得李恒脸色大变。他没想到他生命中最在乎的2个人会在外人面前这样形容他们的关系。表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听到的这样。何言他诬陷我，这录音是合成的。李恒这次真的生气了，一怒之下竟然当众宣布婚礼取消。他姑一听，眼前一黑，气得当场晕倒，整个婚礼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这时江毅扭过头对我说：何言，看来以后我可要小心了。我连忙解释道：我发誓，来之前我真没想过会这样。他轻轻捏了捏我的小脸：走吧，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跟江毅刚走到楼下，就看到救护车开了过来，很快就看到李恒背着他姑往救护车的方向跑去。这时跟在他身后的林薇薇注意到了我，确切的来说是注意到了我跟江毅上的这辆车。他的眼神死死盯着我，仿佛在说：你什么身份，怎么能坐那辆车？真的很难想象，他妈都生死未卜了，他的注意力竟然还能一直放在我身上，也真是难为了他。上车后，我看着江毅的脸，有些出神。他伸手在我眼前挥了挥，想什么呢？民政局那次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吧？刚刚李恒的话无意间提醒了我，我好像之前在哪见过江毅呢。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
后来我才想起，大学时那天晚会后过来跟我表白的男生里，好像有他。只不过当天有好几个男生过来，我那天喝了点酒，也没记清他们的样子。再后来，我问过江毅，那天在民政局为什么只看到他，没有看到他太太？他告诉我，他那天是帮朋友送资料，只不过他也没想到会在那看到正在拉横幅征婚的我。当时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虽然很离谱，但也很幸运，还可以有机会认识我。而我也没想到，我当时一个疯狂的举动，竟然把他再次带到我身边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守在舞蹈教室。半年后，我终于迎来第2家连锁机构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自从认识江毅后，他好像忘我似的。我的事业风生水起，办什么事都很顺利，亦不过李恒就没那么顺意了。半年前婚礼上，他姑姑突发脑梗住院，并且在住院期间，硬是逼着他跟那个女孩领了证。那女孩起初还能装样子，一直在病床边照顾他姑姑。可日子久了，女孩心里越来越不平衡。林薇薇一个亲生女儿，每天无所事事，就知道发号施令。可怜她一个做媳妇的，又当保姆，又当苦力的，所以没多久，她就跟林薇薇起了争执。2个人动不动就扭打在一起，就连李恒都拉不开。可笑的是，这些话我竟然是在李恒嘴里听到的。这半年来，他经常会在喝醉后给我打电话，每次在电话里，他都会跟我哭诉他的无奈。他说他不知道他怎么就把日子过成这样，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从没觉得这么累过，甚至还有几次出现想要轻生的念头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忍着没有拉黑他。我虽不爱他了，但也不想看到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此了结。何言，你后悔嫁给我吗？这是他最后一次打给我，问我的问题。我的回答是，虽然我们的婚姻失败了，但我不后悔，至少那时我幸福过。在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接到过他的电话了。我的生活也开启了新的篇章。125年年初，江毅为我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求婚，这也是我第1次被求婚。那天，我们就像月亮与6便士，理想与现实再次碰撞。这次他是理想，而我是现实。因为当我真正了解他后，我才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他的家世很好，父母都是上市公司老板，宠物医生只是他的兴趣爱好。他真正的身份是公司未来的接班人，而我只是个平凡的女孩，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。我不想打破这种常规，也不想打破他对婚姻的美好幻想，所以那天我拒绝了他。对不起，江毅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江毅在听到我的回答后，并没有表现得很意外，而是轻声对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会等你。”那一刻，我是有些动摇的。他真的很好，对我有求必应，有时候甚至让我有些不配的感。我时常会问自己，我何德何能？可能也正因为时刻保持清醒，才会被他喜欢吧。若是他遇到的是曾经那个一腔热情、不计后果的我，结果又会怎样呢？没多久，我就跟江毅提出了分手。江毅，我们分开吧。他看向咖啡店的窗外，缓缓开口道：“能给我一个理由吗？”我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，看着他的眼睛说道：“如果我说我相信爱情，但我不相信婚姻，你能接受吗？”他迟疑了片刻，再次开口：“那如果我愿意呢？还分吗？”我没懂他的意思，反问道：“你愿意什么？”他却一字一句说道：“我说你可以不用负责。”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竟然比当年的我还恋爱脑。他可是富二代，他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怎么就栽到了我这？江毅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
他拉过我的手，握得很紧。我也是认真的。他这突如其来的答应，倒是让我有些猝不及防。那你这是赖上我了呗？他不假思索道。所以下次你还有什么理由？尽管放马过来。我还真是拿他没办法。来之前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，看来我注定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女人了。我真是怕了你。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他假装思考的表情，淡淡一笑道：其实你只要站在那里就很耀眼。我好像似懂非懂，这感觉怎么像小说里写的那样？我好像是他的白月光，所以我在他眼里自带光芒。我不禁感慨，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。从前我爱他人，爱得迷失了自我，也失去了自己的光芒。如今当我找回自己后，那层光芒又重新回到我身上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真正的自己。当有一天你喜欢上一个人，他告诉你，你不要做自己，要做他喜欢的样子，于是你听话照做了。可那样的人生真的是你自己想要过的人生吗？你会发现，从你为他人改变那一刻，你的人生就成了别人的附属品。对的人从不会要求你为他改变，所以请你大胆地做自己，你就是你，最耀眼的你。